大家好，天堂纪念版近期大家不管是在论坛上还是社交平台上，肯定看到超级多的退坑文啊。天堂纪念版从2月10号正式开服到现在，大约2周的时间。照理说，现在应该是游戏最热络的时候啊，大家拼等级、拼装备的时候。但为什么社群平台上却充满了负面情绪呢？目前我们看下来，台湾玩家选择离开的原因，主要脱离不了2个核心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多到让人密集恐惧症发作的那个工作室外挂。第二个就是因为工作室外挂泛滥的关系啊，导致很多人想要进场打币赚钱，发现币值波动太大，干脆止损离场。当然也有可能觉得等级太难练，宝物太难打，这种游戏体验本身的问题。不过有趣的是，不只是台湾这样啊，连韩国近期也出现退坑潮了。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台湾目前的乱象，也看看币值真实的情况。最后也带大家看看韩国玩家那篇血泪退坑文到底写了些什么，看看是不是说出了你的心声。首先，我们来看看台湾玩家最有感的工作室问题。这真的不是我在夸张，现在不管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大家回想一下，2月10号刚开服那几天，虽然人多，但大部分都是活人啊。但现在嘞，从2月21号这个时间点回推，才短短的11天。以前不管是雄霸还是其他外挂泛滥的速度，都没有这次这么夸张。这次真的可以用蝗虫过境来形容啊！灾害来得又急又快，一发不可收拾啊！基本上现在每个伺服器都已经沦陷了。新手必经的华岛、古丁地间门口、肯特的葡萄园、奇岩的蜘蛛区，甚至是沙漠，现在通通都有。还有其他的重灾区啊，像是古丁地间1、2楼啊、乙洞啊、骑士洞1、2楼啊、华岛地间啊，这些原本给有安定值装备的玩家去那边打钱练等的啊，但现在也都会看到工作室的妖精大军啊，甚至最近我也发现一些高等的练等区，也出现了一些高阶外挂，那些装备不差哦，他拿着不错的武器跟防具，但行为模式一看他就是外挂。而且这已经不是工作室的问题了，是一般玩家也开始使用外挂了。在这个外挂泛滥的情况下，最近还有个争议话题是，有实况主在直播上提到，觉得这些工作室没有影响到他，所以根本就没有差。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是2月7号入坑的人，玩到现在，如果还在跟工作室抢怪，那有问题的不是这些工作室，而是你自己。为什么你玩了2个礼拜还在新手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好像又哪里怪怪的。因为玩了这么久，应该早就该到工作室目前到不了的地方了。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实况组每天都被观众问这个外挂工作室的问题，被问到很烦，才会脱口而出说这种气话。但我必须说，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部分玩家的处境啊。不能因为你的游戏生活圈已经脱离了工作室，就无视底层生态被破坏的事实。像这款天堂魔改版存在很多变数啊。举个血淋淋的例子，就像昨天更新，直接把妖精砍成半残，导致心灵洗魔根本没办法再打怪使用了。这波的改动直接导致不少玩家，就是妖精的玩家选择退坑，或者是重练骑士。那你想想，这些重练骑士的人，是不是又要被迫回去跟那些蝗虫抢怪了？我自己目前练等的地点也是工作室比较少的地方啦，但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也有观众问我，现在新手创角要怎么练？低等区都被占满了。老实说，我看着荧幕满满的外挂，我也只能给建议，你就拿把猎弓吧，然后去外挂的地方一起跟他们一起射怪物，射到15级之后。趁现在还有成长指导的活动，赶快去里面升级，顺便打活动硬币换点水，不然真的连古丁地间2楼啊、启动2楼这种地方都被包场了，我们一般手动玩家根本无解啊。这个问题只能靠官方啊，但官方的态度目前就是懂的都懂啊，懒得再说了。再来就是最近沸沸汤汤的话题啊，币值崩盘，最近社群上充斥了各种恐怖言论啊，说什么币值雪崩了，快逃啊！工作室把币价都搞烂啊，搞得很多人心惶惶啊，想说是不是该止损离场了？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不要听别人的感觉，我们直接用数据说话。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在2月21号晚上9点整理的最新币值记录，带大家看一下这几个重点伺服器数据啊。看看太阳神阿波罗目前维持在120到140的区间嘛，再来就是爱神的价格也维持在150在170，战神还有大概125到135，天神也有140到145的水准。当然最夸张的是蛇发女妖嘛，那个数字啊，190到205绝对是最低价。但你看其他像海神啊，都还有95到120，胜利女神反而也是变成105到120了。你光看这张表，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做一个对比啊，就是我们把之前我在2月18号做的整理给大家做个对比看一下，非常有趣啊，完全打脸那些说雪崩的人啊。第一点看太阳神3天前是多少？85到105，现在120到140。第二点，海神3天前在85到90，现在呢还有95到120。除了蛇发女妖3天前120到140，今天直接喷到190到205。当然还有些伺服器确实也有涨回来啊，像是胜利女神币值也有回升嘛，但整体数据根本没有所谓的崩盘啊。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些数据明明就是摆在眼前，大家其实上网查就查得到了，但却有一堆人在喊崩盘呢？我是合理的怀疑啊，这个就是标准的在带风向啊。这些喊得最大声的人背后到底在想什么？有可能是不想让太多人进场跟他抢生意啊，或者是想趁乱收低价天币的币商啊。他们一直在带天币不值钱的这种风向，制造恐慌。只要他成功洗脑一个人退坑，或是让一个散户恐慌抛售，他就多了一份利润啊。这可以用低价捡便宜，甚至可以说是生怕自己的天币卖不出去，所以造成这种市场恐慌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看币值的时候啊，千万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啊。数据不会骗人，但有心人的嘴巴会。目前经济体系虽然受到工作室的影响，但绝对没有到他们口中说的崩盘的程度啊。聊完台湾，我们来看看韩国的部分。其实韩国那边最近也是骂得很凶啊。我看到一篇韩国玩家写的退坑心得，获得了共鸣。我把它整理了3个重点啊，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跟台湾情况一模一样啊。第一点就是横行的工作室与自动挂机。这位韩国玩家说，官方连基本的游戏环境都做不好，原本的狩猎场就很有限了，现在到处都是自动挂机在乱窜，让人完全没有想玩游戏的兴致啊。你看这点跟我们前面骂的完全一模一样啊，证明了官方根本就不是只有台湾摆烂，是全部都摆烂啊，不是只有台湾惨，是全部都很惨啊。第二点呢，惨绝人寰的经验值跟掉宝率。这点我也觉得很有趣啊。这位韩国玩家说，他把经验值嘛，就是经典版的经验值跟以前的做对比嘛。这个之前就有网友做过对比了，现在的等级是的确非常的难升啊。他说：“我不期待打到什么神装，但至少让我能够捡到巨斧、青铜盔甲、长靴这类的杂物。”这句话真的是说到心坎里啊！现在大家打怪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掉宝的声音了？如果等级很难升，但打宝有感，那大家还可以撑得下去；或者是打宝很难，升级很快，那也有点成就感。偏偏现在这个升级慢到哭，打宝率低到没有一样，这种设定呢，完全搞不懂是要带给玩家什么乐趣，只有感到满满的恶意啊。第三点呢，对于氪金系统的担忧，韩国玩家提到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每周到了维护时间，心里就会涌现一个不安的感觉。这次到底又会出现什么新礼包？这次的礼包会不会良心一点？虽然目前经典版出的都是消耗品礼包，还算能够接受，但大家都知道官方以往出礼包的方式，谁知道下周会不会突然蹦出一个破坏游戏平衡的物品？这种不知道何时会被官方背刺的恐惧感，让玩家感到压力很大。最后，这位玩家也说了，他已经把全身安定值的装备都拿去处理掉了，不知道是卖了还是重爆了。为了慰劳这段受苦的日子，
他决定拿省下来的钱去吃顿好吃的这结论感到很无奈，但其实也很写实啊。看完韩国玩家的心得，再回来看我们台服，只能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啊。留言区很多人都在骂官方，说官方就是为了吸玩家的钱啊。甚至有玩家也说了，工作室也是要包月才能玩啊。对于官方来说，这笔庞大的月费收入实在是太香了，官方肯定不会认真抓外挂，也不会抓工作室。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官方每次公告制裁了多少外挂，但我们在游戏里看到的数量却都没有任何的减少。还有人提到等级应该要让大家快速升上40级才对，不然法师学了召唤也要40级才能用。现在练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跟机器人抢怪，这游戏的体验真的太差了。虽然也有少数人觉得等级难练才有老天堂的味道，但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这种低掉宝率和被外挂占领的环境，已经让经典版变成惊吓版了。总结来说呢，台韩两地的玩家抱怨的点几乎一模一样，大家都想要工作室少一点，但大家心里都清楚，官方不可能让工作室消失，这就是目前最矛盾、最无奈的情况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对于社交平台充满退坑文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